明明家里就4个人吃饭，保姆却做了满满一大桌菜。女人粗略估算一顿将近小2000，于是不禁皱着眉头提醒：“阿姨，就我们几个吃不了那么多，以后少买点儿，真不用买这么多。”没事的，剩下的我打包带走，绝不浪费。女人点点头，没再说话。等保姆吃完饭准备打包的时候，女人打断了她：“阿姨，工作我给你结清，你可以走人了。至于这些菜，就不劳烦您打包了。”沈老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明白吗？你被辞退了。你凭什么辞退我？就因为我想打包点剩菜？你们有钱人家都这么不近人情的吗？这一大桌子你们也吃不完，我打包一点怎么了？我是在帮你们节约粮食。这哪是什么剩菜，这是你故意多买，想趁机中饱私囊的东西。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中饱私囊？你们家不是要请客吗？我才想着多买点撑场面，结果你倒好，张嘴就这么说我，你就是欺负我这乡下来老实人好拿捏。他一拍大腿就开始干嚎起来。就在这时，这家男主人回来了。陆先生，你可算回来了，你可得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辛辛苦苦混一整天，沈老师就因为我想打包点剩菜，他就要辞退我。顾明远的视线落在满桌未动的菜上，他心里大概已经有数，随后走到沈之夏身边。之夏，怎么了？沈之夏看着眼前的男人，他把今天的情况简单说了说。听完后，顾明远转头看向李桂芬：“李阿姨，家里的事是我太太做主，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你们两口子合伙欺负我一个老婆子是吧？怪不得人家说你们有钱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今天算是见识了，辞退我是不是？行，我这就走。哼！你日薪300，这个月干了20天，拿着这6000块钱赶紧消失在我眼前。李桂芬接过钱，凑近沈之夏，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给我等着！”然后他转身冲进保姆房。几分钟后，拖着行李箱走了出来。经过沈之夏身边时，他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随后砰的一声摔门而出。摔门声在空旷的客厅里炸开。我以为赶走他就没事了，但我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第二天一大清早，沈之夏一拉开冰箱门，里面塞得满满全是未动过菜。沈之夏只能无奈叹气，把菜分装到打包盒里，打算送给路边的流浪汉。可出门前，他还是把家里的东西顺手清点了一遍，结果冰箱里那些瓶瓶罐罐少了一大半。刚买的一箱澳洲牛排还剩最后2块，还有一条母亲留给他的老式绣花围巾，这会儿也找不见了踪影。沈之夏感觉胃里一阵翻腾，恶心的不行。就在这时，妈妈，你奶奶把我的恐龙借给她孙子玩2天，到现在都没还我。那是亮亮最心爱的限量版霸王龙模型，是我在玩具展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抢到的。他每天都要抱着睡才安心，竟然连孩子的东西都要顺走。沈之夏的血一下子就凉了，他蹲下身把亮亮抱进怀里。妈妈会把你的玩具找回来的。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对门赵阿姨，沈之夏刚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我早就觉得你家保姆不对劲儿，经常看见她拎着个大黑袋子出去。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你们家不要的旧东西，有一回看到袋子破了个口子，里面塞得满满的全是肉。沈之夏听着这些话，心口像被什么东西一把攥紧了。而此时的李桂芬正坐在床边发愣，她不允许自己受这种窝囊气。李桂芬拿出手机对着自己，用一种压着情绪却带着颤音的语气：“我在沈老师家干了3个月，每天起早贪黑，把他们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结果呢，就因为我打包了一点剩菜，他当着我的面把我轰出了家门。”他哽咽了一下，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我53岁了，从乡下出来的，在城里没有亲人，就靠给人做保姆养活自己。我求他别辞退我，他说给我滚。李桂芬没读过多少书，但她知道什么画面能引人心疼。随后不到1天时间，这段视频就在本地家政圈里传开了。李桂芬还在评论区里不经意间透露了沈之夏的住址。不到48小时，沈之夏就从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大学老师，变成了虐待保姆的冷血富太太。邻居们见到沈之夏都会意味深长的交换眼神。回家的路上遇到了8楼的王大妈。哎，小沈啊，那个视频我看了，你们年轻人做事还是要讲点良心嘛。人家保姆也是打工的，
你何必那么刻薄呢？沈之夏张了张嘴想解释，王阿姨，事情不是……行了行了，我不是来评判你的，我就是想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沈之夏试过在业主群里发消息解释，他把小票截图、采购记录、满桌菜的照片都发了上去。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就被淹没在排山倒海的声讨里。证据？你有钱人还不会造假？小票能说明什么？你对人家的态度呢？做了亏心事儿还狡辩，没意思。沈之夏关掉手机，手在抖，他发现自己居然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就在这时，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是沈之夏女士吗？我是 S 家政公司的客户经理孙有明。我们收到了李桂芳阿姨的正式投诉，关于您无故辞退并克扣工资的问题。电话那头的声音公事公办。我没有克扣她的工资，我是按天数足额结算的。沈女士，赵阿姨是我们公司的资深服务人员，从业记录一直很好。既然双方各执一词，那我们只能按照公司流程处理。什么流程？在您没有向赵阿姨道歉并达成和解之前，我们公司以及所有合作家政机构不会再向您家派遣任何服务人员。沈之夏一瞬间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通俗点说，您已经被列入了我们行业的风险雇主名单。沈女士，建议您尽快联系赵阿姨，尽早消除影响。毕竟您家还有2个小孩，总不能没有保姆吧？忙音嗡嗡地响着，沈之夏举着手机，大脑一片空白。他缓缓滑坐到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手机掉在地板上，屏幕亮着，业主群的消息还在不断跳动，每一条都是一把刀。他没有哭出声，但比哭出声更让人心碎。亮亮从房间里跑出来，妈妈，你怎么了？他向前走过去，蹲在沈之夏面前，伸出小手摸了摸他的脸。妈妈，你是不是哭了？沈之夏迅速调整了表情，没有，妈妈只是有点累。亮亮歪着头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小心翼翼地塞进他手里。李奶奶说，难过的时候吃糖就好了。这句话像一根针，他抱住亮亮，抱得很紧。我不能倒下，不能在这里倒下。晚上吃饭时，沈之夏端起碗，机械地吃了几口。我要反击。亮亮房间里有一个婴儿监控摄像头，是他刚出生时装的。亮亮大了以后，我就没再开过那个 APP， 但摄像头一直没拆，它连着云端存储。有可能还保留着过去几个月的画面。真的吗？还有1周前，亮亮告诉我他的奥特曼玩具不见了，当时我以为是他自己弄丢的，但后来又有别的东西失踪，我就上网买了一只伪装成钥匙扣的录音笔，挂在亮亮玩具堆里。他停顿了一下，我本来只是想录到有没有人进来翻东西的动静，但现在我希望他能录到更多。顾明远看着他，那个在课堂上温软如玉女人，此刻眼睛里闪着的光冰冷而锐利。随后他们在书房打开了那个尘封已久的婴儿监控 app， 云端存储列表缓缓加载出来。他点开其中一段录像，画面有些模糊。那天下午，亮亮正在床上午睡，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蹑手蹑脚地拿走了那辆蓝色合金模型汽车，拿起塞进围裙口袋。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钟。他们在那张电脑椅上坐了整整4个小时，一段一段地看，每一段录像都像一把钝刀，在沈之夏心上慢慢地割。第7段录像里，亮亮正坐在地上哭，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哭。沈之夏看着画面，眼睛红得吓人。还有录音笔。录音里大部分是亮亮自己玩耍时的声音，从4段开始，李桂芬的声音突然清晰起来。儿子，明天我多弄点好东西回去。反正他爸妈明天要来吃饭，我寻思着多买点好菜。问就说请客要场面，反正他也不懂行情。放心吧，那女的人傻钱多，连称抽老抽都分不清的小姑娘。人傻钱多这4个字在沈之夏脑海里反复回响。他想起这3个月来主动给他涨过工资，他生日那天还特意买了蛋糕庆祝。原来这一切在李桂芬眼里不过是好糊弄的证明。他将音频和监控视频一份一份的整理出来，然后他打开手机给家政公司的孙有明发了一条短信：孙经理，关于李桂芬的投诉，我这里有一些录音和视频证据，或许你会感兴趣。短信发出去不到2分钟，孙有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沈女士，你又想整什么幺蛾子？沈之夏懒得跟他掰扯，直接把一段音频甩了过去。你先听完。孙有明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音频文件，放心吧，那女的人傻钱多。如果这段录音流出去，那就不只是李桂芬一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公司的问题。5分钟后，他回拨了沈之夏的电话，这一次他的语气和5分钟前判若两人。沈女士，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李桂芳简直是无法无天。您放心，我们公司绝对会严肃处理，该怎么追责就怎么追责，绝不姑息。沈之夏靠在椅背上，静静听他表演，等他说的口干舌燥才开口。孙经理，说完了吗？说完了，沈女士，您看这件事儿我们怎么处理比较合适？我的要求很简单，3条。第一，立刻将我从风险雇主名单中移除，并以公司名义给我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道歉函。第二，李桂芬必须被永久列入行业黑名单，我要确保这个人在本市的正规家政渠道里再也找不到工作。第三，
李贵芬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段歪曲事实的视频，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我需要你们公司以官方账号发布一份声明，声明内容只需要说明李贵芬因严重违反职业操守被公司除名，他此前发布的相关视频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孙有明沉默了，发道歉还没问题，拉黑李贵芬也认了，但发公开声明，等于向全世界承认自己公司出了一颗老鼠屎。沈女士，这个是不是有点什么？沈之夏的语气忽然变得极其温和，那种温和让孙有明后脊梁一阵发凉。孙经理，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段录音如果配上你之前那通威胁我的电话，一起发到网上去，你觉得后果如何？孙有明手里的咖啡杯彻底掉了。沈女士，您的条件我们全部接受。行，我不会把证据交给任何人，但我会保留他们。如果未来我在任何地方，不限于网上、小区里、家政圈子，再听到关于此事的半句谣言，那么孙经理，我们热搜上见。绝对不会的，沈女士，您放100个心。挂断电话的时候，沈之夏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他靠在椅子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第一刀总算落了，但家政公司只是棋盘上一颗棋子，真正的战场在小区里。沈之夏很清楚，如果他也拍一段视频反驳，只会变成各执一词的口水战，真相会被淹没在无休止的争吵里。他需要一个更稳妥的方式，找个盟友。第二天上午，沈之夏敲响了对门赵阿姨的门。赵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能不能帮我组织小范围的邻里座谈，让我把事情和大家解释清楚？没问题，小沈，包在阿姨身上。非常感谢大家能抽空过来。我知道这段时间小区里关于我的话传得挺难听，但我今天不是来喊冤的，我只想把事实摆出来，让大家自己去判断。说着，他解锁手机，把李贵芬打电话那段录音直接点开外放。放心吧，那女的人傻钱多。几个邻居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又接着放了婴儿监控里的那段视频。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对一个4岁的孩子。随后沈之夏拿出一份文件，这是家政公司今天上午发给我的书面道歉函。他们已经确认李贵芬存在严重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个人的脸。李贵芬在视频里说，我因为她打包几口剩菜就把她辞了，但真相是她故意多买了几千块的菜，想趁机私吞带走。而且这根本不是第一次，她来我家这3个月，一直有计划的往外搬食材和各种东西。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说？小区安全和业主权益，我们作为物业也是有责任。我这就回去调监控，看看他到底从你家拎走过多少东西。所以说请保姆这事儿真不能大意。我建议咱们小区建个家政信息共享群，谁家遇到问题，大家互相提醒一声。当天晚上风向就变了，有人把座谈会上的视频丢进了群里。我就说沈老师不是那种人，这保姆也太吓人了，偷东西就算了，还敢对孩子。这种人就该在这行混不下去。前后两副嘴脸，真是讽刺的很。而在城市另一端那间出租屋里，李贵芬看着家政公司的声明截图，脸一下子绿了。沈之夏，你这个毒妇，你别以为有录音就了不起，真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消息发出去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而沈之夏这边只是瞄了一眼，然后直接截图转发给孙经理。孙经理，这就是你们口里的资深阿姨，我不想再收到任何类似的威胁。收到，沈女士，您放心，我马上处理。沈老师，我错了，我一时鬼迷心窍，求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沈之夏盯着屏幕，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他把李贵芬所有联系方式通通拉进黑名单，然后他起身走进亮亮的房间。小家伙已经睡着了，他的小手里攥着一辆新买的蓝色小汽车，是沈之夏今天下午刚买的，用来代替被李贵芬偷走的那辆。沈之夏俯下身，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这是我要守护的一切，任何企图破坏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3天后的那个周六下午，沈之夏带着亮亮去超市买东西，在生鲜区看到一个极其熟悉的背影，那个背影正熟练地往购物篮里塞着进口生鲜。沈之夏指尖死死扣住购物车把手，亮亮在座位里不安地扭动，那个背影消失在转角。沈之夏推车跟上去，他保持着5米的距离。李贵芬正在收银台结账，他掏出一张金色的会员卡，刷卡动作极其自然。这不是保姆该有的消费水平，除非他在刷雇主的卡。家里丢的那几根金条，还有亮亮莫名其妙的过敏。李贵芬拎着购物袋走出超市，沈之夏抱起亮亮快步跟出。外面停着一辆白色的沃尔沃，李贵芬把东西放进后备箱，沈之夏躲在柱子后面拍下了车牌号。回到车里，沈之夏的手还在抖，他拨通了一个号码，帮我查个车牌。很快对方电话就回拨过来，车主叫苏曼，住在天星湾，家里有个2岁的女儿。天星湾，那是市中心最贵的高端社区之一。苏曼这个名字听起来透着一股温婉，但这正是李贵芬最喜欢的猎物类型。第二天，天喜湾附近的母婴中心经家庭育儿经讲座。苏女士，打扰一下，
你是？我刚在讲座上看到你记录的很认真。我是沈之夏，也是住在这一带的。你好，我确实有些头疼，孩子最近总是不爱吃饭。太太，我们该回去了。先生说下午要回来吃晚饭。沈小姐，王姐，你们认识？太太，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位，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总是幻想别人偷他东西的雇主。你说什么？沈小姐，我知道你丢了东西心里难受，可警察都查过了，我家底清白，你不能因为自己生了病就到处跟踪我呀。沈女士，请你离我们远一点，否则我要叫保安了。沈之夏想解释，但苏曼已经转身离去。李桂芬跟在后面，回头给了沈之夏一个得意的笑，那笑里藏着某种信号。沈之夏站在大厅中央，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她成了那个疯女人。回到家后，苏曼那充满厌恶和防备的眼神，以及李桂芬隐秘而得意的冷笑，在沈之夏脑海中反复交替。随后，他拨通了顾明远的电话。明远，帮我查一件事，苏曼的个人联系方式，尤其是她常用的私人微信号或者手机号。出状况了。李桂芬在苏曼面前给我立了个小可爱的人设，苏曼现在对我极度排斥，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听我说，直接接触这条路被堵死了。资料5分钟后发到你手机上，需要我直接出面干预吗？天喜湾的开发商和我有业务往来，我可以让物业直接以违规用工的名义把李桂帆赶走。不，那样太便宜他了。而且如果只是简单的赶走他，苏曼不会相信真相，李桂芬也会换个地方继续作恶。他背后的那个保姆联盟才是我真正想挖出来的东西，我要让他再也爬不起来。顾明远的文件已经发了过来，沈之夏点开文件，苏曼31岁，某外资企业华东区财务总监，丈夫常年在外地经商。沈之夏闭上眼睛，构建着苏曼的形象。苏曼是一个财务总监，他对数字极其敏感，逻辑性强，这样的人最无法容忍自己的专业判断受到质疑。如果直接告诉他你的保姆是个小偷，苏曼的第一反应绝对是防御和排斥，因为这等于在否定他挑选保姆的眼光。但如果是让他自己去发现呢？沈之夏睁开眼，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他给苏曼发去一条短信：苏女士，作为一名财务总监，你是否核对过家里近1个月的开销账目？家里限量款衣服或者手表还安然的在原位吗？建议您在客厅或孩子房间装上隐蔽的监控设备。我不需要你相信我，你只需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苏曼的性格，哪怕他在讨厌沈之夏，看到这几条直击痛点的提问，他的职业病一定会促使他去验证。只要他动了验证的念头，李桂芬的末日就进入了倒计时。苏曼疲惫地靠在沙发上，揉着酸痛的太阳穴。2岁的乐乐抱着一个毛绒兔子，安安静静地坐着。这时放在茶几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苏曼拿起来看了一眼，眉头紧紧皱起，低声骂了一句疯子，做事要把号码拉黑。然而当他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时，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今天中午在讲座上沈之夏那双冷静而清澈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智。一个真正的精神障碍患者会用这种语气和逻辑写短信吗？他站起身走向主卧的衣帽间，李桂芬正在厨房忙碌，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苏曼打开首饰盒，那只限定手表静静地躺在红色丝绒盒子里。苏曼松了一口气，我竟然真的被他的短信影响。但当他拿起手表准备戴在手上时，他的动作突然顿住了。不对，这只表的重量不对。他立刻打开旁边的抽屉，翻找那条限量款丝巾，丝巾还在包装完好，但当苏曼把它展开，摸到那略显粗糙的真丝质感时，他的脸色彻底变了。这2样东西都被人调包了，而且调包的人手段极其高明，如果不是刻意去检查，根本无法发现。谁能在他毫无防查的情况下把这些东西换成高仿？答案呼之欲出，苏曼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手心里渗出了冷汗。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走到客厅，看着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李桂芬的背影。李桂芬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围裙，动作麻利，脸上挂着憨厚朴实的笑容，怎么看这都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好保姆。王姐，乐乐最近的奶粉是不是用的有点快？我记得上周刚开了2罐。李桂芬切菜的动作顿了极其微小的一瞬，随即转过头笑眯眯地说道：哎呀，太太，乐乐最近胃口好，吃得多，而且小孩子嘛，多喝点奶粉长得快。我正想跟您说呢，现在搞活动，要不我再去囤点？苏曼看着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好啊，那辛苦你了。李桂芬转过身去继续切菜。苏曼回到书房反锁上门，她打开手机，点开某电商平台，搜索了一款隐形摄像头下单。苏曼看着手机屏幕，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周4下午，苏曼坐在办公室，打开了手机上的监控 app。下午3点是乐乐午睡的时间，画面里李桂芬推开乐乐的房门走了进去。苏曼屏住呼吸，死死盯着屏幕。只见李桂芬走到床边，看了一眼熟睡的乐乐，确认孩子没有醒来的迹象，然后她转过身走向了乐乐房间里的小衣柜。那个衣柜里放着苏曼给乐乐买的各种名牌童装和配饰，其中不乏一些大牌的
铜包和金饰。李桂芬熟练地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红色首饰盒，那是乐乐的百天礼物，一个纯金的平安扣。李桂芬将平安扣拿出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接着她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红色盒子，放回了原处。真的是掉包，难怪家里没有失窃的痕迹，难怪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现。原来李桂芬用的是这种偷梁换柱的方法。下午3点半，乐乐醒了，大概是因为做噩梦。小女孩醒来后开始低声哭泣。听到哭声，正在客厅里嗑瓜子的李桂芬猛地站起身，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她快步走进房间，哭，就知道哭！你妈在外面上班，根本不管你。你再哭，信不信让大灰狼把你带走？乐乐被吓得哭声戛然而止，苏曼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那一刻，他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他看着手机里还在继续的监控画面，李桂芬若无其事地走出房间，重新坐回沙发上嗑瓜子。苏曼大口地喘着粗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如果他现在冲回去，李桂芬最多只是被辞退。至于那些被调包的奢侈品，李桂芬完全可以找借口推脱，甚至他背后的那些同伙也会立刻警觉，帮他销赃。到时候除了出一时之气，他什么都拿不回来。而且乐乐受过的委屈不能就这么算了。苏曼颤抖着手翻出那个发短信的号码拨了过去，沈之夏的声音依旧平静，仿佛早就料到了这个电话。苏曼一开口，声音便彻底崩溃了，带着压抑的哭腔：沈女士，对不起，我错了。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他偷了乐乐的金饰，他还吼乐乐。别冲动，苏女士。如果你现在报警，以他的手段，很快就会有同伙帮他把赃物转移。那我要怎么办？难道就看着他继续在我家待着吗？我们要做的是把他，还有他背后的那条产业链一起送进地狱。今晚你照常回家，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明天中午你家附近的那个咖啡厅见。周五中午咖啡馆内，苏曼局促地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当沈之夏推门进来时，苏曼立刻站了起身。沈老师。沈之夏在他对面坐下。坐吧。苏曼低下头，声音里满是愧疚。沈老师，之前在讲座上我真的很抱歉。没关系，异地而处，我可能也会做出和你一样的反应。李桂芬这种人最擅长利用人性的弱点，她营造弱势群体的形象，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精英女性产生同情心，从而放松警惕。苏曼将 U 盘推到沈之夏面前，这是昨天和今天早上的监控视频。他今天早上又拿走了我一瓶没开封的拉菲，换成了一瓶几10块钱的红酒。沈之夏接过 U 盘，随手放进包里。苏女士，你知道李桂芬为什么能这么肆无忌惮吗？苏曼愣了一下，因为我们平时太忙，没时间管家里的事儿，这只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在于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丈夫查到了她过去5年的就业记录，她换过4个雇主，每一个雇主家里都发生过严重的财物丢失。但奇怪的是，这些雇主最后都没有选择报警，或者报警后又莫名其妙的撤案了。为什么？沈之夏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因为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保姆联盟。刘彩霞负责提供高仿的奢侈品和珠宝，张美芬负责联系二手的销赃渠道，周红则是这个联盟的军师，负责在各个高档小区的保姆群里搜集雇主的信息，筛选出像你我这样工作忙碌、夫妻分居、对家政人员极度信任的肥羊。李桂芬偷走你的真货，刘彩霞提供假货顶替，张美芬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真货出手。等发现东西不对时，周红就会出面，利用舆论或者家政公司的关系给雇主施压，甚至反咬雇主诬陷。这是一条已经运转得极其成熟的犯罪链条。苏曼看着资料上的那几个名字和照片，只觉得后背发凉。这简直是黑社会，比黑社会更可怕，因为他们寄生在你的家里，每天看着你的孩子，摸着你的底线。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直接交给警察吗？如果现在交给警察，最多只能抓到一个李桂芬。刘彩霞、张美芬和周红会立刻切断联系，把罪名推得干干净净。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换个名字，重新招募新的保姆去祸害下一个家庭。我要的是人赃并获，把他们一网打尽。苏曼的眼神中燃起了一股复仇的火焰。怎么做？沈之夏微微前倾身体，压低了声音。苏曼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当晚顾家书房，书桌上散落着几张天喜湾小区的平面图，以及几家二手奢侈品回收店的股权穿透图。顾明远转过身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沈之夏，查清楚了，
张美芬名下有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古玩回收店，实际上是本市最大的二手奢侈品地下销赃点。刘彩霞的高仿货源来自 A 省那边的一个地下作坊，仿真度极高。至于周红，他表面上是几家高端家政公司的金牌顾问，手里掌握着全市近1/3高端业主的资料。沈之夏看着那些资料，眼中闪烁着冷冽的光。一个负责选址，一个负责盗窃，一个负责提供道具，一个则变现，真是完美的闭环。你想怎么破局？苏曼已经同意配合了。下周5，苏曼会借口去京市出差3天。天喜湾的房子里只剩下李桂芬和乐乐。周5下午是他们动手的最佳时机，因为周末2天，即便你发现东西丢了，也无法及时去专柜验货，这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销赃和跑路时间。我已经让苏曼把她价值15万的限量包包放在了衣帽间最显眼的位置。同时，我会让苏曼在周5早上故意当着李桂芳的面，把一张价值20万的无记名购物卡放在包里。顾明远微微眯起眼睛，20万的购物卡加上15万的包，涉案金额超过30万，足够判10年以上。明远，我需要你动用你在商业上的关系，切断那家回收店的资金链，逼得张美芬必须在收到包的第一时间进行线上资金转账。放心，我会让银行对张美帆进行抽贷，他为了周转资金，一定会急于出手这批货。沈之夏靠在顾明远的怀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明远，谢谢你。顾明远的下巴抵在他的头顶，声音低沉而有力。傻瓜，动我老婆孩子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周5一大早，苏曼便拖着行李箱，在李桂芬殷勤的送别声中离开了家。苏曼站在门口，强忍着心中的恶心，对李桂芬温和的笑了笑。王姐，乐乐就交给你了。我这次去京市要待3天，周日晚上才回来。李桂芬笑得满脸褶子。太太您放心，有我在，保准把乐乐照顾得妥妥当当。苏曼深深地看了一眼站在李桂芬身后抱着小兔子的乐乐。苏曼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念道：乐乐，妈妈马上就来接你回家。沈老师，我出来了。好，按计划行动。你现在直接过来跟我们会合。此时天喜湾大平层内，确认苏曼已经离开小区后，李桂芬脸上的憨厚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狠狠地啐了一口，转过身恶狠狠地瞪了乐乐一眼。看什么看？少在跟前碍眼！乐乐吓得浑身一哆嗦。李桂芬冷哼一声，快步走向主卧的衣帽间。她的目标明确，直奔柜子最上层那个巨大的橙色盒子。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个黑色的皮包，皮质细腻，五金件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奢华的光芒。李桂芬贪婪地摸着包包，口水差一点流了出来。她迫不及待地打开包，果然在内侧的拉链袋里摸到了一张金色卡片，大商场的无记名购物卡，面值20万。李桂芬得意地笑出了声，她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彩霞，货带过来了吗？还有一张20万的卡。今天必须出手！放心，高仿我已经带在身上了。我这就进小区，你在后门接我。挂断电话，李桂芬哼着小曲。她不知道的是，一辆看似普通的商务车里，大家正清晰地播放着她的一举一动。看着屏幕上李桂芬那张贪婪的脸，沈之夏嘴角露出一抹冰冷的笑意。鱼儿上钩了，快点，别磨蹭。苏曼那个女人虽然去了北京，但保不齐会查岗。刘彩霞从随身携带的大包里拿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黑色包包，两个包放在一起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李桂芬赞叹道：行啊，彩霞，这手艺越来越绝了。刘彩霞得意地笑了笑：那当然，这可是顶级原厂皮，花了我不少功夫呢。张美芬那边联系好了吗？今天能不能先管结清？联系好了。美芬说今天下午3点在老地方见，当面验货转账。行，那我们现在就走。然而就在他们拎着包准备转身开门离开的那一瞬间，王姐，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哎呀，太太，您怎么回来了？我这不是看着今天天气不好，想帮您把包拿去专业保养一下吗？保养？拿着我的真包去保养，然后把这个假包留在我的柜子里？不关我的事儿啊，都是这个女人，是她跑来你家说要用假包换您的真包，我不同意，她还威胁我。李桂莲，你放屁！明明是你在微信里跟我说，这有一单大生意让我带货过来的。
聊天记录我可都留着呢。都闭嘴吧。李桂芬、刘彩霞，你们刚才的对话以及调包的过程已经被隐藏摄像头全程记录下来了。另外，张美芬的古玩店现在已经被经侦部门查封，他已经把你们这几年合伙销赃的所有罪行都找了。听到张美芬3个字，李桂芬和刘彩霞彻底瘫软在地上。警察同志，涉案金额35万，数额特别巨大，视频和音频证据我们已经全部打包好了。跟我们走一趟吧。沈老师，我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我50多岁了，我坐牢会死在里面的。沈之夏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李桂芬，我给过你机会的。3天后，一则本市特大保姆团伙盗窃销赃案登上了本地新闻的头条。警方顺藤摸瓜，不仅抓获了李桂芬、刘彩霞、张美芬，连那个负责在各大高档小区物色目标、提供信息的军师周红也难逃法网。周6的商场人潮汹涌，亮亮指着前方一家玩具店：“妈妈，我想看那个大恐龙。”沈之夏看了一眼手表，好，只能看10分钟哦。玩具店里挤满了家长和孩子。就在这时，原本拉着沈之夏的小手突然松开了。亮亮，他脑海中疯狂闪过李桂芬临走前那个恶毒的眼神。是不是有人在跟踪我们？趁我不注意把亮亮抱走了。亮亮，你在哪儿？别吓妈妈！沈之夏的呼吸变得急促，视线开始模糊。你好，有没有看到一个4岁左右穿着卫衣牛仔裤的小男孩？刚刚还在门口的。不好意思，女士，今天人太多了，没注意到。您可以去1楼服务台广播寻人。对，广播。沈之夏往电梯口跑，他拿出手机拨打顾明远的电话，手抖得根本对不准屏幕。明远，亮亮不见了，在商场3楼，我找不到他了。别慌，我立刻让商场物业封锁出口，调监控。你留在原地，我马上到。顾明远的声音冰冷而沉稳，像是一剂强心针，暂时稳住了沈之夏近乎崩溃的理智。挂断电话，沈之夏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亮亮是个听话的孩子，平时不会乱跑，除非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或者……他顺着玩具店往外找，来到了商场相对安静的北侧连廊，这里通往露天花园，人流量少了很多。忽然一阵隐约的哭声传入他的耳朵，是亮亮的声音。沈之夏疯了一般朝着声音来源跑去，在连廊拐角处的长椅旁，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亮亮正坐在长椅上，抽抽噎噎的哭着，左边膝盖擦破了皮，渗出了嫣红的血迹。而在他面前，那妇人约莫50出头，面容和善，正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拿出一张卡通窗口贴。沈之夏大喊一声，几步跨过去，一把将亮亮搂进怀里。妈妈，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不怕，妈妈在这儿。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警惕的目光落在了一旁站立的妇人身上。经历过李桂芬的背叛，他现在对任何主动接近孩子的陌生人都抱有12分的戒心。那妇人似乎看出了沈之夏的防备，主动往后退了2步。您是这孩子妈妈吧？别着急，孩子没事儿，就是刚才贪玩跑得急，在台阶那儿摔了一跤。谢谢您。不客气，顺手的事儿。我包里刚好带了碘伏棉签和创口贴。这孩子很乖，摔倒了也没怎么大声哭，一直在这里等妈妈。妈妈，是徐奶奶帮我擦药药的，她还给我讲了恐龙的故事，说妈妈一定会来找我的。您怎么称呼？我姓徐，叫徐美兰。其实我也是做家政的，照顾孩子习惯了，出门身上总带着这些小东西。徐阿姨，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这点钱您收下，给孩子买点水果。哎呀，这可使不得。我帮孩子贴个创口贴，哪能要您的钱呢？您快收起来，让人看见了多不好。徐阿姨是在这附近做工吗？今天周末出来逛街？不是，我上个月刚失业，前雇主全家移民去加拿大了。原本想带我一起去，但我闺女刚成家，我舍不得走，就留下来了。这不，今天来这附近的一家家政公司面试，结果不顺利。唉，现在的家政公司抽成太高了，而且我这人嘴笨，不会说讨巧的话，就想本本分分照顾孩子。沈之夏心中微微一动，本本分分照顾孩子这几个字，在经历过李桂芬的折磨后，对他而言简直是奢侈品。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顾明远带着4名商场保安快步走来。之夏，亮亮。他宽大的手掌在沈之夏的后背上安抚地拍了拍，随后凌厉的目光直接射向了站在一旁的徐美兰。他是谁？顾明远的声音冰冷，徐美兰被这目光看得有些退缩。明远，别误会，亮亮刚才摔倒了，是这位徐阿姨帮亮亮处理了伤口，还一直陪着他。顾明远眼中的敌意稍微收敛了一些，他打量了徐美兰一眼，微微颔首。谢谢。不客气，孩子没事就好。那你们聊，我先走了。亮亮再见，以后走路要看着路，别再摔跤了哦。
徐奶奶再见。看着徐美兰略显单薄但挺拔的背影融入人群，沈之夏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在想什么？明远，我想请她来家里做保姆。你确定？我们刚刚才辞退了李桂芬，现在任何来路不明的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隐患。我知道，但亮亮刚才对她的态度很亲近，而且我们可以做背调，最彻底的背调。好，你决定就好。背调的事情我来负责。查一个人，徐美林，50岁左右，本市家政从业人员。我要他过去15年的所有从业记录、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他前雇主的所有信息。今天晚上之前，我要看到完整的报告。挂断电话，顾明远牵起亮亮的手，对沈之夏说：“走吧，我们回家。”落日的余晖洒在万象城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沈之夏回头看了一眼徐美兰离去的方向。如果这个徐美兰真的如她所表现的那样干净，那么她将是重建这个家庭安全防线的第一块基石。晚上9点，顾家书房，顾明远将一份厚厚的 A4 纸文件递到了沈之夏面。这是徐美兰的全部资料，我让秘书动用了关系，联系到了她移居加拿大的前雇主。沈之夏接过文件，逐页翻看，他的思维在这一刻运转到了极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一共服务过3个家庭，第一个家庭服务了4年，因为孩子上小学寄宿而结束；第二个家庭服务了3年，因为雇主工作调动搬迁至北京；端起咖啡，第3个家庭，也就是他今天提到的那个，服务了整整7年。陆天成本是知名建筑设计师，我亲自给陆天成打了个电话，他现在在温哥华。听到我打听徐美谈，他显得非常激动，甚至以为徐美谈遇到了什么困难。他怎么说？陆天成说，徐美兰是他见过最本分、最善良的保姆。7年前他的妻子因病去世，是徐美兰一手带大了他的2个孩子。他移民时开出了3倍的薪时想带他走，但徐美兰因为舍不得国内的女儿拒绝了。陆天成在电话里向我保证，如果我们需要保姆，选徐美兰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沈之夏看着报告中附带的陆天成手写推荐信的扫描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徐美兰的感激与敬重。还有这个，顾明远又递过去一份补充报告。我让人核实了他与周红前保姆联盟核心成员那家家政公司的交集，徐美兰确实去面试过，但因为拒绝签署一份高额耗材推广协议，被周红当场拒签。这确实是周红的作风，不肯同流合污的就被……没有问题，他甚至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干净。那明天联系他。不，我现在就联系。沈之夏拿出手机，电话响了3声后被接通，传来徐美兰温和而有些疑惑的声音：“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徐阿姨您好，我是今天下午在商场您帮过忙的那个孩子的妈妈，我叫沈之夏。您好，您好，亮亮的伤口怎么样了？没发烧吧？他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徐阿姨，我听说您最近在找工作，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来我家做保姆？沈女士，这太突然了，您太客气。不过我这人不太会说好听的话，而且……徐阿姨，我已经对您做过非常详细的了解了。实不相瞒，我们家之前经历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在用人方面非常谨慎。但您的资料和您前雇主对您的评价让我非常放心。陆先生他们还好吗？他们很好，陆先生在电话里对您赞不绝口。徐阿姨，如果您愿意，明天下午可以来我家面谈吗？薪水方面，我们会给出符合您身价的待遇，月薪12000包食宿，这个价格比市面上的金牌保姆还要高出不少。沈女士，这太多了，我拿不了这么多。我更看重的是您能给孩子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明天下午3点，我在家。挂断电话，沈之夏看着顾明远，这一次我们不会再错了。顾明远走过来，从身后轻轻抱住他。有我在，谁也别想再伤害这个家。周日下午3点，徐美兰准时出现在了顾家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徐阿姨，欢迎。徐美兰局促地擦了擦鞋底，踩上玄关的拖鞋。沈女士，打扰了。面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徐阿姨，我们家唯一的规矩就是对孩子要绝对的耐心和诚实。至于家里的贵重物品、账目，我不会像防贼一样防着您，但我希望每一笔开支都能清清楚楚。沈女士，您放心。陆先生家当年的账本我都留着，每一分钱的去向我都会记下来。至于孩子，我拿我的命保证，绝不会让他们受半点委屈。徐美兰郑重的保证。当晚，徐美兰正式入。沈女士，顾先生早。我听顾先生说，小孩子早上吃点蛋羹对肠胃好。亮亮的这份我没放酱油，只滴了几滴香油。沈女士，这是今天的账单。
徐阿姨，其实不用这么细，我相信你。那不行，沈女士，亲兄弟明算账，更何况我是拿工资干活的，账目清爽，大家心里都踏实。亮亮不怕，徐奶奶在呢。大恐龙在门口站岗，坏人不敢进来。亮亮是勇敢的小战士，闭上眼睛，徐奶奶给你唱小小星星。徐美兰入职1个月后，顾家的生活彻底步入了正轨。亮亮脸上重新绽放出4岁孩子该有的天真笑容，整天跟在徐美兰屁股后面，徐奶奶的叫个不停。下午4点，门铃突然响了。你好，快递，有顾先生的几件需要签。徐阿姨，如果有陌生人送快递或外卖，明远和我没提前通知的话，千万不要直接开门。师傅，请问是什么急件？顾先生出差了，您可以放在物业保安亭，我一会儿去拿。不行，这是贵重物品，必须本人或家属当面签收。你开一下门，我让你签个字就走。那您等一下，我给顾先生打个电话确认一下。门外的男子见状，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直接从铁门缝隙里塞了进来，随后转头就跑。徐美兰吓了一跳，但她没有慌乱，用纸巾隔着手小心翼翼地捡起了那封信。信封上赫然印着一朵用黑色签字笔画出的扭曲的小雏菊。沈女士，刚才有个陌生的快递。沈之夏和顾明远得知消息后，立刻取消会议赶回书房里。那封信被平放在桌面上，顾明远戴着真皮手套，用裁纸刀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打印的字条：保姆联盟的残余势力，他们这是在示威，也是在报复。他们找错对手了。我原本想给他们留条活路，既然他们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徐阿姨，今天谢谢你，如果不是你警惕，后果不堪设想。顾先生，沈女士，只要我在这儿，谁也别想动孩子一根。徐阿姨，谢谢你。之夏，你带孩子们和徐阿姨去楼上。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老陈，动用你的所有关系帮我查一个人，还有通知市局的刘局，就说我顾明远要送一份大礼给他。徐美兰抱着亮亮轻声讲故事的画面，让沈之夏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有了家人的温暖守护和顾明远的雷霆手段，谁也别想破坏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